好，今天呢，我们主要来看 Encom 的使用，以及它在语料库语言学当中，我们做研究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工具。那我这个影片主要分3个部分，第一个是 Encom 的下载，还有它的基础界面介绍；第二个是它的各个使用工具、分析软体，你可以用的语言分析方法；第三个呢，我会推一些有可能大家可以继续往下读的参考读物，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继续找这些书来看。好，第一步呢，我们先打开，找到一个Lawrence Anthony 他的网站，他是一位在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他分析了用了非常多的软体还有软件，你可以用在语料库语言学的分析。那 Encom 其实是主要是最大的一个所有语言学研究者，尤其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都会使用的一个软体。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从 Windows 这边下载。好，那它这个档案其实没很大，很快就可以下载好了。然后只要打开来下载，放到桌上就可以使用。好，点开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一些使用的界面，然后它跟你讲你的路径在哪里，那我们就点正确，然后一切都按 Next，然后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桌上的一个快捷。好，然后我们就等它下载。好，那我们等到下载好之后，它就会在桌上建立一个连结，然后我们可以点开它的版面，它大概像这样子。那因为它这个是语料库检索的软体哦，那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会有点吓人，不过没关系，我们一个个开始介绍。这边 Setting 下面你可以先把字体调大，这边 Setting 里面叫 Global Setting 里面看到 Font，好，它的9我们调到12，好，你可以自己调更大。OK，那这样就比较能够看清楚每个连接是在干嘛。这个第一个 Help 呢是过去有人问过的问题，Lawrence Setting 教授他会在他的自己的平台上面回答一些语料库相关的问题。那也有像是 Show License 跟 Show Version History，好，再把它放大一点呢，这样子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好，好，那再来的话呢是 Setting，好，Setting 刚刚我们看到 Global Setting 里面，你可以去调字型的大小，你也可以去调这个 File，File 是我们等到自己建语料库的时候，你可以要求 Encom 它可以截取的档案的类型，有 TXT file、PDF、DOCT 都有，DOC doc，还有 HTML file。好，那这边基本上不用动它没关系。Color 也是，它只是等一下我们在使用上的话会看到不同的颜色，我们也不需要动到这里。下面还有一些别的个人的偏好设定。那最主要大家可以注意的是这边这个 statistics 的地方。好，在语料库语言学里面呢，我们有2种不同的所谓的 frequency 频率字频。那这个频率有2种，一个是 raw frequency，另外叫 normalized frequency。啊，一个是所谓的 raw，就是未经处理的，语料库里面有几笔，我们就显示几个。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另外叫 normalized。如果你要进行不同的语言语料库对比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叫 normalized frequency。通常呢，它都是以假设我们这一个词，好像是 English 这个词，假设它在英语的语料库里面出现了1000次。好，那如果我们想要比较英语的语料库，好，美式英语的语料库跟英式英语的语料库这2个语料库对比，好，在语料库不一样大的前提之下，我们需要进行常态化，就是 normalized，好，才可以互相做比较。那假设在美式英语有1000笔，英式英语只有500笔，好，但是呢，如果美式英语的语料库是英式英语英文的2倍大的话，那它其实出现的频率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这时候用一个叫 normalized frequency。好，那它的 default 它的预设值都会是100万，那我们不用动它。在语料库语言学里面，基本上除非我们特别描述，不然的话，我们的 default 都是1 million。好，那这边就是 apply 就好了，不用动到没关系。下一个比较重要就叫 tool setting。好，tool setting 就是我们接下来等一下会用到的上面这些功能。好，那我们最主要看的是2个，第一个是 collocate，第二个是 keywords。OK，它还有一些像 Chat AI 还有新的功能，然后还有 word cloud 等等。那它这个 keyword 跟 collocate 这边可以设定它的关键值。好，这些呢，就所谓的统计上的 significance。好，我们等一下会讲，那大家知道这边可以调，在 setting 里面可以调就好。再来是 edit，OK，edit，等一下我们在选语料库档案出现的时候，好，我们可以在这边 edit 选，但是你也可以不用理它，因为你可以用 Ctrl+C、Ctrl+V 就好了。最后呢，就这个 file，好，那我先打开这个 Corpus Manager，有2种，好，第一个是 Open Files as Quick Corpus，如果你点下去的话呢，假设我想选我的过去的，好，举个例子，那我曾经的笔记拿来当做我的 Quick Corpus，OK，它是一个 DOC 档，好，那我们把它点开启，OK，它会跟你讲说你的语料库已经建好了，它就在这里。好，那这边我们可以选，假设我打一个 English，好，我想要知道在我这一个档案里面的 English 是怎么样被使用的。好，那我们就先直接点 Start，好，它会跟你讲说，哦，English 在你的这个档案里面出现了4次。好，在它的右边有什么字？OK，那你看这个 sort 它就 one to the right，two to the right，three to the right，你可以自己调。好，它这边会有不同的颜色。好，那只有一个语料库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做语料库研究的时候，语料库的笔数它会到语料库的大小会到非常大，甚至10亿、10亿、100亿、1000字都有可能。那我们可以先到这个 file 它的内建的 corpus，好，打开 Open Corpus Manager，它有2个，一个是 default，一个是 user。好，我们点 default 这边，default 这边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你可以点它，好，让它请它按它 update，好，它就跟你讲说它正在下载这2个这个大的语料库使用。好，那我已经下载好了，你可以点它，然后让它选择我要用的是这一个。好，这一个是内建的，好，英文 American English Corpus。选 Open as Target Corpus，好，他会跟你说这边 American English 2006，然后它的词数是100万词，
还有 type 好52000词 ，OK。那 English language 好 type 跟 token 的差别在于，如果你的字像是举个例子，像 fly 好，它可能在这个语料库当中出现了100次，但是它的 type 它的词形还是一样是 fly，它只出现1次，好，所以它跟你说有100万词，但是你只有52400多个词形 ，OK。再来的话呢，如果你要用这个语料库的话，那你就要来做先用 citation， 好，在语料库研究的时候要注意引注。再来，它会跟你讲 encoding 的方法，UTF-8是最常见到的。那我们这集就要先就讲语料库使用。如果你想看 encoding 的话，好，它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他的教程，然后它也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好，那我们现在已经选好了，选了 English corpus，OK，那我们选 Open the target corpus，好，点下去之后，你发现它旁边就已经有这些好那个 txt file，它是语料库内建的。我们先回来 return to main window，好，它现在有了 ，OK，所以它跟你说有500个 file，好，在你这个语料库里面500个 file，然后它的大小是100万词，OK，那我们可以选，好，这边选 English。好，我把它打小写。OK， 好，点下去之后呢 ，OK，English and well，English and well， 它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cordance line，concordance line。OK， 好，下面这个 sort option， 我们可以选 sort to the right，sort to the left。好，通常啦，语料库学者基本上你就用 default 就好，用 sort to the right。好，如果你想关注的，好，再把它颜色标起来，可以帮助你看清楚你想要研究的语料的重点。好，然后下面的一个 sort to the right，sort two to right，three to right， 好，这个你可以自己选，好，它就是出现的颜色的字数而已，好，它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有一些 advanced search， 好 ，advanced search 呢，它的功能其实很多，好，有一个 SQL 的使用，那我们这集就主要不讲，而且在大部分的语料库处理上面，我们现在还很少看到用 SQL 的研究。好，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基础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语料库它这边上面的功能介绍咯。OK，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叫做 keyword in context，keyword in context 叫 quick，OK， 那就是在介绍这些关键词好在情境当中的使用。OK， 那我们下面看到刚才的好1个、2个 two to the right，one to the right，three to the right，好，这些都可以自己去调。那通常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做语料库的调查，第一步都会是先探索。好，我们先不用也清楚我们自己的研究是要做什么，你要先探索一下，看一下语料的长相。然后，如果你作为语言学家的灵敏度够高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你可能想关注的研究重点。下面呢有一些帮助你的用词，第一个 word， 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word。如果呢你想选 case 的话，加大，好 ，case 意思就是它的capitalize，OK。如果你想要找的是这样子的用法，像 English。OK， 我想可能找不到因为如果你的 English 全部都是大写的话，在这个语料库当中是 no hit found。OK， 好，那这个是 case， 好，基本上如果你的研究重点它的 case 好不是你的研究重点的话，你就不用动它没关系，然后它就是 case 大小写好都会归纳在你会出现的语料当中。好，那如果是 regex 呢？好 ，regex 叫做 regular expression，好，你可以试试看我们打开然后按 start，好，它会看到 English and well， 它这个就是它常常搭配出现的 English， 跟它一起出现的搭配词 ，OK， 这个叫 regular expression，OK， 那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探索，然后用不同的检索方式，它会有不同的结果。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是 plot， 好 ，plot 呢只是看你可以用到，好，我们先点开哦，好，它会出现 English 在这几个档案当中 ，OK， 在这几个档案当中，它出现的位置，你可以想象，当你的 txt file 放平了，然后分100个等份，当你出现 English 的时候，就凸起来那一行。OK， 那一行凸起来之后，它放平了之后就会长像这样子。这种类型的分析研究可以在做语体分析的时候调查。所以举个例子，像是在英文的书信里面，你可能看到 Dear someone，Dear someone， 这个 Dear 它会出现在这个档案的最前面。如果你有100封的信件都出现在最前面，它可以告诉你在教这个语体的时候要关注的重点。但基本上做语料库研究这个比较少用，好，你可以自己参考。那他们叫 dispersion， 好，就是它的分配。OK， 再来下一个叫做 file view。OK，file view 的话，它只是跟你讲说在这些原始档案中 English 出现在哪里。OK， 所以它里面字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你了解一下它在那个文本情境当下是什么用的，这样就好了。OK， 好，在下面2个是 cluster 跟 n-gram 哦。cluster 跟 n-gram 就是很像，这2个都是指它常常出现的搭配贡献的词。我们先看 cluster，cluster 第一个我一样选 English， 然后呢，它会是固定用word 或者是 case 或 regular expression。好，我们先用 word 就好了。我要2个 cluster， 表示我要2个字。OK， 那 minimum frequency 我选在1。好，这 minimum range 是指这些文本的分配。OK， 所以举个例子，如果我的 English 这个字它出现在第一个 text 里面很多次，出现100次，但是它没有出现在其他的499个 text 里面，那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吗？好，就不是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那一个 text 的使用者他的个人的 idiosyncratic usage， 他自己独特的使用习惯，他就不一定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好，所以这个时候的 range 就是你要参考的。OK， 所以 range 跟 frequency 都是我们在做语料库研究的时候你要回报的，清楚回报。好，下面有 sort by frequency，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有第一个 sort by frequency，sort by range 就是我刚才讲的。好，还有 sort by type 就是我们刚才讲词性。好，那我们选 English， 然后我用到其他企业我2个 gram 就好了。好，按 start。好，
那你看哦，他跟你说 English and English the English Welsh，我这边呢是写 search term position on the right on the left，OK，这个 on the left 就是这个 English 在词的左边。那如果是 on the right 呢？好，我们来选就变成 the English in English，OK，好，所以他会跟你讲说这个 English 你要选 word 它在哪里出现，你可以自己去选 cluster 的大小，OK，那我还是一样，你可以继续往下看。这个是你在探索，或者是你在教一个 meaningful unit，你想要选出 meaningful unit 它产生贡献的词，你可以用哪？你可以怎么找？Ngram 它的功能很像，那一样我们用 English，我用 3gram 或者是 2gram 都可以。那一样 OpenStar 它是一种研究方法。假设你的像你刚才看到我们用 Ngram 或者是 Cluster，它这个词都是找在一起的，你用 English and the。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找的搭配词，它是中间会插入其他词的，它中间会 open slot 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这个 open slot 的功能。所以举一个例子，像是英文的 not only A but also B，这个 not only but also，好，这个搭配的话，我们要 open slot 来找会比较好找。OK，那这个东西你等到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再来看就好了。OK，那我们看 English，然后我们一样的 frequency，那你按 Start， 好，开始，它也是在找哦。然后因为它这个档案量非常大，所以它会找一阵子。好，那我们找到了，你会发现它其实跟那个 cluster 很像嘛，啊，一样是 English and English 的 English Welsh English but，OK，它都是 2grams，OK，你也可以选择好 2grams，然后它是两个长在一起的，然后你可以用 range 来排它，啊，它一样，它只是这个 range 这一行以它为优先。好，所以它的排序方法就会出现 range 这边9、6往下排。所以你在教的时候呢，可能 English and 不会是我们的最主要的教学对象或者是研究对象，但是 English Welsh 它就是很有趣的例子，你可以点进去看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English Welsh Border、English Welsh Borderland English Welsh Colonial，这些都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文本有兴趣，它可能就是一个 meaningful unit，你可以去从这边下手。OK， 好，那我们再回来 Ngram 这里。好，这边就是它的功能哦，你可以自己往下搜寻。Ngram 跟 Cluster 都是在做语料库，尤其是 collocation 的搭配的时候很好用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叫 collocate 或者 collocation， 这个呢，我们就会进到我们等一下刚才讲到的 setting tool setting 里面哦。我们先一样选 English 就好了。好，那我什么都先不动哦，它的 Windows pane， 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什么意思哦。我们现在 Start， 好，它出现了这个 Welsh，OK English。那这边是什么？Dictionary 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呢 ？OK， 它有 frequency left and right，frequency left、frequency right 跟 range，然后 log likelihood 还有 effect。OK， 这些尤其是 log likelihood 跟 effect， 可能刚开始看到会觉得有点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们先从 frequency 开始哦。所以他跟你说 English 跟 Welsh 共同搭配出现的词数，左边右边各有31笔。那它的 span 就是它的宽度是多少呢？它是5个字在左边，5个字在右边。你可以自己调。假设你的对象好奇的研究方向是一个词当做主词，一个词当做动词，或一个词当做受词的时候，它可能你的 Windows span 它的调的大小都会不一样。你可以慢慢调整。语料库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摸索，看你想要找的研究是适合用哪一种研究方法。好，都是点一下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OK， 好，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哈，就 English、Welsh、English Dictionary。所以你可能在教的时候，你看 English Dictionary 它是常常出现的，那它就是一个可以教学的研究着手方向。English language、English speaking、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或者 Oxford English，OK，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自己往下找到的东西。好，那这个到这边为止应该没有太多问题。那我们就要进到大家比较有困惑的这个 tool setting 里面了。看到 collocate， 好，他会跟你说有个 log likelihood、p value， 然后 effect size measure， 还有这个 threshold。好，那做到这边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点困惑，这个 p 是什么意思？然后 log likelihood 又是代表什么？那我先简单讲一下，但是对于这个统计数据有兴趣的朋友，你一定要自己再去看一些相关的研究书籍。OK， 第一个呢，这个 p 值还有 log likelihood， 如果你选的是 full term 的话，它可能会出现的是4个字。好，那我们要选的是 two term 就好了。再来这个 threshold 有 p 小于 0.05， 好 ，p 小于 0.001。OK， 这个 p 呢，如果你翻成语料库学者他的对它的定义的话，我 cite 一小段话，它是 Paul Baker 他在2023年写的书，他其中一段，他说 p value indicates the amount of confidence we have that a word is a key due to chance alone。OK， 他意思是说，我 p 值代表的是我们对一个单词，它出现在这个子语料库，仅因为偶然而出现关键的信心程度。换句话说 ，p 值越小，这个单字在我们的子语料库当中，它的出现不是由于偶然，而是作者这篇文章的作者使用该词的可能性就越大。OK， 如果你的 p 值越小，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方式会越来越严谨啊。在社会科学里面，基本上我们都是以0.05为一个人为的制定标准。但最近这几年有一些相关的讨论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说 p 值不是一个最好的判断方法。那现在呢，如果你要用 p 值的话，我都会建议说至少到0.01甚至更小。OK， 那你要小心，如果0.01可能你就会得到很少结果了。好，那我们先选0.01就好了。OK， 那这个是 p 值。好，下一个叫 effect size。好，我们刚才说频率不是一个唯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果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一个词跟这个词之间，它出现的很少，只是这两个词，只要一个出现，另外一个也会一起出现，它们两个的连结性非常的强。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terms is very strong。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 log likelihood
这个偏好频率的 log likelihood，它比较没办法呈现这种我们要研究重点，我们这时候就用到 MI 值，它叫做 mutual information。OK， 好，下面有非常多mutual information 跟 dice， 它们两个都是偏好低频率的词，好，它们会产生的是低频率，然后是紧密程度相关高的生词。OK，log dice、log ratio， 然后 ni2， 像 ni2 呢，它也弥补了 ni 它在频率上的不足。OK， 意思就是 ni 值它偏好的是词的association， 一个词跟一个词的 association， 而忽略了关于词频的讲究。所以这个时候 ni2 跟 ni3 它是补足了 ni 的不足。下面还有非常多比较 t score、z score、t score 跟 z score 这两个在早期的语料库研究当中比较常使用，现在这几年其实越少看到了。那我们在做研究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用 ni 值跟 log likelihood 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再从简单讲一下 log likelihood， 它是偏好频率高的。OK， 那它是以 p 值为研究重点。OK， 为它的 threshold。OK， 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的是频率低，但是紧密程度相关非常高的词，那我们用的是 ni。好，这两个至少在回报的时候要清楚。OK， 好，那其他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翻语料库语言学书。好。最后这个 threshold 就是它出现的几笔了，好，所以这个就大家可以参考就好了。好，那这个是它的 collocate 的用法，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算出来，如果我们 reset 的话，它都是以 0.05 以4字为主。那我们如果把它变成2个字，然后 0.01 的话，你按 apply， 然后同样的去找，好，你就发现其实找到的笔数会变少，我还是更加严谨了。OK， 好，所以这个是 collocate。在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你怎么用的 collocate 清清楚楚的写出来。OK， 好。好，下一个呢就是 word 只是很简单的字。OK， 如果你想要了解你今天自己建的语料库有几个字，或者说这几个字里面当中谁出现最多次，好，你可以直接用 word。OK， 所以我现在选的是 American English Corpus， 那我按 start。OK， 他会跟你说哦，因为我已经有一个 English 了，哦，它是他之前已经先找好的。那好，我再搜寻一次，然后再搜寻一次之后，我什么都先不输入，它出现的结果是 the of， 表示说在这个500个档案里面了全部都出现了500。OK， 它 frequency 出现了6万次，所以这是它的 row frequency 非常的高哦。好，所以这个只是 word。如果你对一个语料库有兴趣，然后你想要做词云，用其他像 Python 或者 R 做词云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好，它可以跟你讲说在这个语料库里面这个词出现过几次。好。下一个呢就是这个 keyword 了。好 ，keyword 就很好用了。我们可以在了解2个不同的语言族群，他们使用语言，你的收集的语料谁是显著的？好，谁是最显著的？我们看 collocate 啊，对不起，看到 keyword 一样 ，keyword 你要进来这个 setting 里面去选 tool setting。好，那我们看到这个 keyword， 还有 show raw value 跟 show normalized value。OK， 它的 default 是长这样子，所以什么都不动。好，如果你现在先什么都不动它的话呢，我们先做 keyword， 你要有2个语料库来可以做比较。所以我们打开这个 file， 一样再看到 open corpus manager。好，我们现在已经选好了一个 American English Corpus 是我们的 target corpus 了。我现在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要选这个British English Corpus， 我要把它选成我的 reference corpus。OK， 好，那我要先下载一下。OK， 好，那我现在 update。好，它这边在下载当中。好，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都会需要下载这个语料。好，它这个语料档案其实蛮大的，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等一阵子。OK， 那它下面其实蛮多种类的，所以你看，如果你对英文的 British English 有兴趣的话，你看到 British English Press Media 啊，或者是 English Religious 或者是 Skill。Popular English Corpus， 还有这下面 Fictional、Romance、Humanities 这些都可以拿来自己在检索。好，但是我们刚开始在研究的时候，它帮你全部放在一起，就是 58.MB 的档案。OK， 这个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American English 跟 English Corpus 这2个可以怎么样做比较。好，那让它等一下下载一下。好，我的语料库下载好了，那我们点开来选它作为我们的 Reference Corpus。OK， 等一下哦。好，我的语料库应该是下载好了。那我先打开它 Open Target，OK， 再来这边是 Reference。OK， 好，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了。那我们先回到 Main Window 来看哦，这边它会跟你说你的 Target Corpus 目标语料库是有500笔，500笔那个档案。再来的话，你的 Token 有大概有100万个词左右。这个它相对大小的语料库也是500笔跟100万词左右。在做这种 Keyword 的研究分析的时候，我们的习惯都会是你的2个语料库，要么就是你要2个差不多大。OK。在大的那个语料库，它代表的是一般常规的语言使用。那你的 target corpus 它就比较小，它会是你分析的主要对象。你想要分析那个语体，你想要分析的那个语言使用，它出现的频率等等，它都会是要比这个 reference corpus 小才可以做比较。第2种研究方法就像这边的一样，它是2个差不多大，好，你要看出2个在做语料库的在英文跟美式英式英语跟美式英语，它们2个差别在哪里？好，那我们先什么都不动哦，就一开始就让它去找就好了。这边 keyword 一样 minimum frequency， 我们现在 start。啊，也是一样，它会需要找一段时间啊，跟你讲说它花多久秒，因为它其实是蛮大的资料库的啊，75%，它要慢慢找。OK， 好，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就是在 American English Corpus 里面，好，这个 American 它相比起 British English 出现了更多次。
OK，不意外嘛，就是在美国人的语料库里面，就发现美国人他们提到自己的词数，相比起 English corpus 来说还要多。OK，再往下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你可以看到一些符合我们对美国的一些印象，他们的电视节目啊，或者他们的报章杂志里面会出现的词。好，这个就是 corpus 在 keyword 上面的使用哦。那这个是比较基础的。那我们再来看哦，我们如果点开这个 file，OK，corpus manager，你可以自己去比下面小的语料库啊，自己做主要的 reference corpus 跟target corpus 的应用。我们到 setting 里面 tool setting 这个 keyword，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raw frequency。如果我要它显示的是 normalized frequency 的话，我们按下去，然后按 apply，OK，然后我们再选一次，OK，好，这样让它再找一下。好，它后面显示，你看它的它数据就显示非常多了，有 normalized frequency，然后 target corpus，normalized frequency，reference corpus，normalized range，然后 normalized range reference corpus，还有 keyness，然后 keyness effect，这些它的数据很大哦。好，我们要选择的通常都是你可能会想的是 normalized 去当做你的研究分析对象。如果你觉得说好，我要找到我要的东西了，我们就直接选取这边 ，OK，可以把它再放到 Excel 档案，按 Ctrl C 再放 Ctrl V 就可以到 Excel 里面，到 Excel 再去做细节的分析了，或者是做用 R 语言画图之类的。好，这个是比较基础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啊 ，Tool Setting，我们再接下看。我先不要让它显示normal raw frequency，不要显示 normalized frequency 好了。我们现在显示出来的叫做 positive keyword。如果你不勾这个的话，叫 positive keyword，意思是说，相比起 reference corpus 来说，在 target corpus 里面，哪一个词出现的是显著性的多的啊？这个叫做 positive keyword。相反哦，如果你勾了一个 negative keyword 的话，啊，我们要 apply，再按一次 start 给它。好，所以它出现了这些，意思就是相比起 reference corpus 来说 ，OK，target corpus 少出现了什么？啊，所以这边就是以reference corpus 为主，它有更多的 UK 啊，更多的 AMP 是一个程式码代码了啊，这个是应该是 end 那个 end 的一个标志哦。这个 cent 啊、British 啊、center 啊、toward 这些都是在 British corpus 里面会比较多的词。OK，我们可以做个研究，做个小比较。如果你按这个 file 下面这个选项 swap target reference corpus 的话，你把它点下去，它会把这两个互换。然后我们进到 setting 里面，好，我们不要想要 go negative，好，我们代表之后等下出现就会是 positive keyword，那跟我们刚才看到以 American English Corpus 为 target corpus 的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OK，好，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哦，这边点下去，好，你会发现它结果其实是跟我们刚才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 positive 跟 negative 它的计算方法，这个 keyword 计算方法是跟统计学算出来的。那你把它当成 positive，当成 negative，你把那个 target corpus 跟 corpus reference corpus 互换，结果是会是一样的。OK，好，到目前为止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我们来看 tool setting 里面一样哦，keyword 你可以自己去选下面的 likelihood measure，好 ，4 turn、2 turn，还是你要用 chi-square test，OK，或者是你要用 threshold 是选多少？好，我自己都是习惯用0.01、0.001下去探索。好，如果你刚开始你就用0.05就好了。有些人问我一个问题，是说这个 Pomeroni 是什么意思？当你的统计量很大的时候，我们100万笔，假设你的数据到上亿笔了，或者是上千万词的，当你的语料量够大，它就很容易变成什么词都非常显著。好，P 值就很容易当做误判的标准哦。如果这个时候是因为样本量太大了，好，如果你要做样本量越来越小，你可以不要选 Pomeroni，但是如果你样本量很大的话，你选 Pomeroni 它帮你校正，因为样本量过大带来的误差。好，我们可以用到 P 小于0.01，OK，然后一样 dice 或者是 ni 值，那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做选择，OK，这个 log 你可以显示出来的 effect size 效果量，它会出现在这里 keyness effects，OK，那我通常都是以 ni 值为主啦。好 ，OK，所以这个呢是 keyword 的计算方法啊。好，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词这个功能要怎么应用啊？如果你的兴趣是英语为背景的中文学习者跟日语为背景的中文学习者，他们在用词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好，它可以帮你很快的找出你要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果，OK，可以给你很直观的一个统计方法、统计的结果。好，所以这是 keyword。再接下来就是 word cloud，好，点下去 word cloud，OK，word cloud 呢，它会帮你选出刚才你看到这个 keyword，它帮你画出来，以它们的词频为主，帮你画出来一个以它们大小这个用 scratch pad，OK，下面有 keyword in context cluster n-gram collocate keyword，我们刚才看到 keyword 嘛，所以我们现在按 start，OK，它会出来的话就会变成说是在这么多，然后这个字越大，颜色越深，就是它的频率越高，OK，基本上这个我们很少会直接放到语料库的研究结果当中，好，它可以给你很直观的看到数据的方法，好，但是这个就是参考就好了。所以在做调查、做语料库研究，我们通常都是以 keyword in context、collocate keyword 为主。然后我的版本呢，2025年的版本，它现在多加了一个 Chat AI，你可以加上用 ChatGPT 的 API 放进去，然后它可以帮你回答问题。OK，但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暂时现在很少研究者用到这个，好，我们就暂时先不谈哦。那这篇影片主要就是在讲这几个功能 setting 而已。Encon 它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其实你用习惯之后，你知道这些功能之后就没有那么复杂了。OK，那我们最后再讲哦，如果你想要save 你现在的结果已经有了，你看 save current tab result 跟 save current tab database table，OK，或者是 import 或者 export data，OK，这些都是你可以去选，就是把资料输出、资料输入，或者是把它存下来，然后存一个自己的档案，OK。那基本上呢，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做 collocate 跟 keyword，我们有了结果啊，很多时候就会直接把它放 Excel 档案里面，然后去细节分析了。
OK，那至于要不要 save 呢？通常我自己是不 save，因为你可以很快的，如果你懂得语料库的搜寻原理的话，你很快就可以重新复制出来。重点是你要能够把自己的研究过程先记录清楚，下次可以再重新复制出来，这才是研究的一个目标。OK，好，那这个影片大部分就到这边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随时写信或者是留言问我。